僵尸100动画在历经各种延期后，终于在圣诞节将最后3集推出。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部作品这几个月的表现吧。嗨，大家好，我是 Emil。僵尸100虽然是7月番，而且只有12集，不过最后依然拖到了12月底才完结。其中不但历经多次开天窗，最后3集更直接表明进度完全赶不上，无限期延档。很明显，制作公司 Bug Films 对于动画制作期的掌握还需要加强。而这部作品本身在这段期间也是多灾多难，原作面临 NTR 争议延上，真人版电影行销出争议。在种种事件结束之后，作品热度也随之下降。但因为我认为动画做的其实还是不错，所以这集还是想抛开各种争议来谈谈作品本身的表现。当初僵尸100第一集出来的时候，确实是叫好叫座，不管画面表现还是对于社畜、血汗企业的描写，绝对都是非常顶尖的水准。透过一些台词也感受得出作者想阐述一些对于工作、劳动的质疑，并且是具备一些理论底蕴的。我在看第一集的时候感触还蛮多的，即使亚洲、日本的职场文化已经病态到这种我们可以把僵尸跟上班族做合理联想的程度，我们依然只能透过娱乐作品来满足我们的情绪抒发，而这个娱乐作品还是靠这些生活像僵尸一般的动画师爆肝才创造出来的。我觉得僵尸100的开头真的成功描绘出了这种荒诞感，单以开头来说，这部作品绝对是今年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作品之一。后续几集遇到宪衣、空姐等等的集数，主要的核心概念还是围绕在工作跟理想这个主题上，我觉得有承接到第一集的内容。因为僵尸100这个开头很像是单纯一个灵感，在第一集就脱离社畜生活之后，难免会觉得接下来可能就是常见的僵尸片情节了。但后面这些集数就有把工作跟人生的意义这个主题继续延续下去，直到后来遇到部长那集，我觉得是偏可惜一点。剧情呈现出了社畜被驯化会有的状态，并透过弦的喊话让灰清醒，感觉灰在过程中的心境可以再更细腻的表达出来。最后几集回到群马老家的节奏，我觉得是比较差一点。虽然看得出来想用日暮跟灰去做对比，但整体深度跟细腻的程度就完全比不上开头，会让人觉得接下来剧情可能无法有更多发挥了。这大概是这部作品接下来的隐忧。但单纯以第一季的内容来说，不包含延期 ，OP 后面几集才做完这些要素，满分10分我还是可以给到 8.5 左右。很大程度都是开头足够有力，作画也很棒，最后几集才扣了一些分数。最后简单讲讲关于僵尸100的各种争议事件，我的看法。其实蛮难得看到同一部作品可以短时间内爆出这么多争议，但应该真的是纯属巧合。我觉得还是要理性看待各个争议，不然因为风向直接摧毁一部作品还蛮可惜的。其实我还蛮想谈谈关于原作的 NTR 争议，不清楚的人可以上网查一下。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在商业作品里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作者到底要不要服务这种观众对于剧情的喜好。欢迎底下留言你们的看法。我个人觉得大家还是要尊重作者创作的理念。如果大家都一味的只想看到自己想看的情节，对创作者施压，感觉对产业会带来负面的影响，像是剧情可能会越来越保守、扁平化。关于僵尸100在工作与理想的这块，我觉得作者真的有下功夫去描写。我其实也蛮想做一集后动漫视角，用努力的文化去分析这个桥段。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留言让我知道。最近我正在补2023的动画，应该会在1月内做一集2023年度的动画评比，会在我看的动画里挑出所有类型里我认为最优秀的作品，并做一些年度总结。所以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这集就到这边结束了，我是 Emil， 我们下次见。